后金的兴起与朝鲜的苦恼。学习者可以通过就是否派兵而展开的朝鲜朝廷的政论，分析当时朝鲜的对外政策问题。学习者可以比较仁者反正之前和之后朝鲜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其结果。光海军在明和后金之间展开了保持中立立场的两面外交，这被认为是背叛儒学义理的行为，成为了仁者反正的重要名分。那么仁者反正以后，朝鲜标榜的崇明背金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来看看明和后金对朝鲜有着怎样的立场吧。1580年代，努尔哈赤登场，同意了建州三位，进而同意了女真部落。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甚至强大到提议用军事手段援助因人臣倭乱陷入困境的朝鲜。辽东开始出现新的统一权力。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于1616年终于建立了后金。1618年，对明朝以契大汗的名义宣布发动战争，并攻击了抚顺。对此，明试图派遣大规模军队到辽东镇压努尔哈赤势力。当时明还要求蒙古和朝鲜派兵，特别是对朝鲜强调了是对人臣倭乱时帮助朝鲜的再造之恩的报答，因此站在朝鲜的立场上很难拒绝。但是就派兵与否，朝鲜朝廷中国王光海军和北边寺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光海军担心人臣倭乱的危害尚未恢复，并在明和后金之间处于外交军事上的困难境地，所以持有观望事态，以各种借口尽量避免派兵。但是大臣们却以再造之恩的大义，没有理由回避，并担心如果拒绝派兵，可能会受到明朝的谴责，所以强调了派兵的必要性。虽然光海军向明皇帝告知朝鲜的困难处境，试图通过外交说服来逃避派兵，但是最终不得不决定派兵13000多名朝鲜军。明军具有明朝鲜蒙古联合军的性质，尽管明军的攻击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是提前看透明军作战的努尔哈赤的战略面前，却遭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失败。此次萨尔浒战役是证明辽东的女真脱离明朝的控制，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的事件，同时也是预示明清交替的东亚国际秩序大变动的信号弹。在应对这种国际秩序巨变的过程中，朝鲜朝廷内部就朝鲜
应在民和后金之间采取何种态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这个问题成为驱逐光海军的忍者反正事件爆发的重要名分。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以破竹之势占领了辽东，由此后金支配了辽东的汉人地区。朝鲜和明的驰骋往来的陆路交通也被堵住。此后，朝鲜和明朝不能再利用辽东的陆路交通。萨尔浒战役失败后，明一边赞扬朝鲜派兵为民顺死，同时对朝鲜军的投降表示怀疑，要求再次派兵。明提出在仁川窝兰当时的再造之恩，要求朝鲜明确亲民的立场。而朝鲜表面上忠于这个立场，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后金的威胁，因此只能在明和后金之间采取模糊的立场。明和后金事实上也很清楚朝鲜的这种现实和立场，不管怎样都有致力于利用朝鲜的这种状况，使其对自己有利。另一方面，萨尔浒战役失败后，朝鲜国王光海军在明和后金之间展开了双面外交，为躲避战役、保护安保做出了努力。但是1621年，明将马文荣败给后金后，越过鸭绿江来到朝鲜土地，在甲岛，明朝成为皮岛，设立东江镇，作为在后金背后的扰乱后金的根据地。东江镇的明军一直到在丙子呼兰中朝鲜投降后，被清河朝鲜的联军占领为止，起到了将明和朝鲜连接起来，牵制清朝的战略基地的作用。因此，对后金来说，这个非常费心的存在。另外，东江镇利用明后金朝鲜之间的角逐，成长为半独立的海上势力。明不能有效控制原本是后金后顾之忧的东江镇，放任其成为半独立的海上势力的状况，也预示着今后明朝的命运。另一方面，朝鲜于1623年发生了忍者反正，该事件成为了朝鲜的对外政策从试图在明和后金之间维持中立立场的两面外交，转变为崇明背进政策的契机。但是忍者政权也在现实上不得不追求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成功不到1年，就发生了对伦公形象不满的
李氏之乱。李氏之乱暴露了人主政权政治、军事、财政的脆弱性，因此与后金展开对决的力量受到了更大的破坏。最终，人主政权虽然标榜崇明背金政策，但却得不到明朝的信任。虽然想和后金维持现象，但与后金的关系反而更加恶化，陷入了最恶劣的状况。努尔哈赤1618年宣布所谓的七大恨，开始了与明的战争。明不仅为了在军事上压倒后金，还为了在外交上孤立后金的拉拢了蒙古和朝鲜。但是朝鲜的光海军还没有从仁川倭乱的危害中恢复过来，所以不想卷入明朝和新兴势力后金的斗争。但是经历仁川倭乱后形成的明与朝鲜之间的共同命运体意识，明显削弱了朝鲜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再加上光海军不想卷入明和后金之间战争的政策，在朝鲜内部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名分，引发了人主反正。最终朝鲜将外交路线转换为崇明背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完全信任朝鲜人主政权的外交路线。另外，后金为了打破以明为中心的蒙古和朝鲜的同盟关系，并以后金为中心的进行重组，采取了军事压力和外交交涉等软硬兼施的政策。朝鲜的人主政权虽然表面上标榜崇明背金，但实际并没有压倒后金的实力，因此采取了既不承认后金也不入股敌视后金的模糊态度。这种态度基本上与光海军政权时期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后金的努尔哈赤死亡，他的儿子皇太极几岁其后登上了汉的帝制。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侵略朝鲜。